超越人类大脑的极限，获得超强能力的想象是令人着迷的。然而，这种力量的滥用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。如果每个人都拥有无与伦比的能力，那些心怀邪念的人将会展现出何等可怕和恐怖的行为呢？今天就让阿姐说电影与你一同进入一个充满恐怖的心灵世界，探索人类大脑的神秘领域。故事从一个血腥混乱的牧场开始，四处都是残骸和鲜血。一个小女孩目睹了这一幕，吓得不停后退。突然，一个声音渐渐响起，呼唤着她。恶狗突然扑向她，女孩惊醒过来，发现自己正坐在一辆巴士上。她看着周围快乐的同学们，突然发现她的随身听卡带卡住了。她的朋友问起她和男友的关系，而此时她已经怀上了一个新生命。她温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满脸幸福的笑容洋溢着。在巴士上，除了女人之外，其他同学们都陷入了沉睡。然而，前座的几名可疑人物一直暗中注视着她。突然，巴士转向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前座的人戴上了防毒面具，并扔出了一枚迷雾弹。所有同学们无法逃脱，纷纷倒地昏迷，唯有女人幸免于难。那几个奇怪的人将她带离了现场。当女人再次醒来时，她发现自己只和白博士以及他的妹妹在一起。新闻中播报着女人所乘坐的巴士已经坠崖，所有同学都遇难了，而她成为了唯一的生还者。画面一转，一个名叫辛西亚的女孩在血泊中醒来，她缓缓走出实验室，发现外面是一片冰天雪地，她的双脚沾满鲜血，她在雪地上留下鲜明的血红脚印。突然，她被剧烈的头痛所困扰，四周的物体都开始漂浮起来。随着头痛的消退，物体们慢慢落回地面。女孩继续向前走，来到一条大马路上，一辆小型货车飞速驶过，然后突然停下并倒退。车上的男子看到女孩浑身是血，强行将她拖上车，车后座还坐着一名女人。他不停地责备男子将无辜的女孩卷入此事。原来这些男人绑架了这个女人，现在他们担心被发现，所以决定把女孩也一并带走。一路上还对辛西亚动手动脚，最终成功把她惹怒了。只见一瞬间，5个大汉一一飞出车外，就连车门也全被打飞了。车子失控，直接撞向一旁的树林里。女人醒来，只见自己完好无损的独自坐在车内，整辆车就像经历过大灾难现场一样，直接散架。她缓缓走出去，看见女孩蹲在一个大汉旁边等待。只见大汉醒来，女孩便想要再次动手，女人不忍心，便阻止了女孩，还帮大汉拨打电话，呼叫救护车。女人不忍心西亚一个人留在原地，就带着她一起逃离现场。女人找来了一位医生朋友，她叫着辛西亚过来。没曾想，辛西亚走着走着，忽然流了鼻血，随后便晕倒了。辛西亚被带到一家兽诊所，一位兽医大叔为他拔出子弹头。当最后一颗子弹被拔出时，辛西亚的超能力开始进化，伤口迅速愈合。兽医大叔不禁怀疑自己是否眼花了，他仔细观察，却无法找到任何弹孔的痕迹，甚至连一丝疤痕都没有留下。画面一转，一名女士兵躺在一旁，浑身沾满鲜血，她抽着香烟，旁边似乎还有一个实验体显示着生命迹象。女士兵急忙装填子弹，将枪口对准实验体的头部，并连续开了几枪。与此同时，对讲机的另一端传来一名男子不断的怒吼声。原来，这位女士兵名叫赵贤，是总部的重要成员，同时也是一个小组的队长。赵贤轻松地走上车，拿起一瓶酒开始痛饮。他的下属因为他的个人行为而不停地抱怨着。回到家中，赵贤一边清洗身上的血迹，一边拔出插在伤口里的子弹头和金属碎片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拔出异物后，伤口迅速复原，完好如初。就在赵贤坐下享受片刻的宁静时，来了一通不速之客的电话。他犹豫了片刻，最终还是接了电话。画面回到新西亚，晚上，女人带着他回到自己的住所。男人见到女人后，突然抓住女人的脸检查伤口，差点被新西亚捏断手臂。女人拼命解释眼前的男人是自己的亲弟弟。随后，新西亚松开了男人，他走上楼去，留下女人去打包一桌丰盛的饭菜。看着摆满桌子的食物，辛西亚不停地流口水。弟弟因为一边吃饭一边看手机而被女人责骂，两人发生了争吵。弟弟愤怒地跑上楼去了。就在他们争吵的时候，原本只是咽口水的辛西亚开始大快朵颐。原来他并不是没胃口，而是一旦开始吃，他就完全忽略了姐弟之间的纷争。眼看桌子上的食物瞬间被他吃光，女人也被辛西亚的食欲吓得无语了。
女人安排辛西亚睡在她以前的房间，并为她穿上自己以前的衣服。辛西亚闻着衣服上的气味，回忆起女人让她躺在她的大腿上的那一幕，那种温柔和温暖，如今仍然在她心中留存。画面回到白博士妹妹的住所，此时赵贤已经获得了关于辛西亚的资料。白博士的妹妹下令赵贤将辛西亚消灭。赵贤明白这项任务可能会让他丧命，但他还是接受了，将其视为偿还10年前的债务。在离开之前，白博士的妹妹交给赵贤一个追踪器，只要辛西亚出现，他就会发出信号。离开途中，赵贤让汤姆解决掉后面尾随的车子，汤姆开启了飞车模式。几番追逐后，尾随的车找不到汤姆的车，正在慌张。忽然，汤姆的车从旁边撞向尾随的车，赵贤打开车门，惬意地看着眼前的2名尾随犯。只见2人愤怒地要开打了，一再退让的汤姆终于忍无可忍了，他一个人竟然将2个尾随者给打趴。赵贤看着眼前2个人放话，让他们的领头人来找自己，说完就让对方乘搭公车离开。在旅途中，汤姆询问赵贤接下来的计划和行动方式。赵贤坦率地回答说，他要先等待追踪器发出信号，以找到魔女的位置。汤姆变得焦急起来，他看着赵贤那不动声色的表情，抱怨说，整个岛屿那么大，要找到魔女需要多久？正当他说着时，追踪器突然发出了信号。夜晚，辛西亚独自坐在房间里，突然鼻子开始流血，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水底和一个女人的画面，同时头痛也变得剧烈起来。那个声音一直在呼唤着他，要他去妈妈那里。辛西亚定了定神，发现周围的环境突然静止了，时间、尘埃以及一切事物都停滞不动，他的超能力再次进化了。正当一切恢复正常之际，辛西亚推开玻璃门，他看到好几辆车正朝着女人的住所驶来，领头的人下车时虽然带着笑容，但目的显然不善。原来他就是那个打算活埋女人的叔叔。女人紧握着猎枪对准这个男人，但他始终没有勇气扣动扳机，射向众人。抓住这个软肋，男人让手下们直接逮捕了女人。这时，女人的弟弟拿着棒球棒冲向大汉们，试图解救姐姐。然而，他却被这些大汉们击倒在地。大汉们在屋子里四处搜寻，却找不到辛西亚。男人听到消息后，要求女人在同意书上签字，将这片牧场卖给他。原来，男人原本是女人的父亲的员工，名叫龙九。女人的名字是赵庆熙，是牧场的大女儿。龙九为了得到这片土地，竟然杀害了赵庆熙的父亲。此时，弟弟赵大吉为了保护姐姐不被对方殴打，勇敢地冲上前攻击大汉。然而，他却遭到对方的暴力殴打，完全没有任何胜算。突然间，众人在屋顶上方看到辛西亚站在屋顶最高处，龙九紧张地劝说辛西亚尽快下来。意外的是，这位黑帮老大竟然还保留了一些人性。辛西亚面对众人居然毫不畏惧，也不听他们的劝说，他直接往高处跃下。惊吓的众人陷入了混乱和恐慌。辛西亚根本就不是普通人，但他却完好无损地站立在地面上。他缓缓转身，面对庆熙，轻轻一脚将大汉踢飞。随后，他瞬间移动到赵大吉的面前，迅速解决了一个大汉。另一个人试图用棒球棒袭击辛西亚，却被他一把捏碎了木棒。龙九慌忙地命令手下全员上前，然而辛西亚一脚轻松地将一辆汽车踢飞向他们，接着他轻松地一掌一个打飞，如同坐云霄飞车般刺激。龙九被眼前这个可怕的姑娘吓得几乎失去了理智，他瘫坐在地上，无法逃脱。就在辛西亚即将出手之际，庆熙劝止了他的行动。庆熙用一巴掌将龙九打醒，并命令他带着手下赶紧离开，去医院，并且不得再回来。满脸伤痕的大吉一脸呆呆地询问辛西亚的来历，连庆熙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就在他以为弟弟即将发飙时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弟弟变得像个小迷弟一样开心起来。庆熙开始担心弟弟的头部可能受到了影响，急忙进行检查，希望能确定他的状态。第二天早上，赵贤和汤姆在一片坟地等待着赵贤的前队长张的到来。2辆黑色汽车缓缓驶来，一个长发帅气的男子从车里走出来，汤姆挡在男子面前，他就是赵贤的前队长张。其他人留在原地不动，只有张一个人走到赵贤身边。张开口说话，他对白博士妹妹的控制力感到不满，也对自己的信任感存疑。他甚至怀疑白博士妹妹是巨子允最后找的那个人，毁坏了各个分部，并释放了许多土偶，然后他们一个个都神秘地消失了。赵贤告诉张不要再派人跟踪他，也不要干扰他的行动。说完，赵贤离开了。在高速公路上，一群土偶正迅速前往魔女所在地，他们决心完成使命。与此同时，龙九和他的手下来到兽医大叔的诊所，他们希望从大叔那里获取关于辛西亚的有用信息。终于，
大叔透露了新西亚是某个组织通缉的人的事实，龙九决定联系该组织，以便消灭新西亚。此时，新西亚和大吉等人乘车前往购物商店购物，一路上，大吉一直劝说新西亚做一场吃货直播，但新西亚完全听不进去，他的眼中只有美味的食物。大吉气得赶紧收起手机，生怕新西亚会把手机当成食物吞下肚子去。到达购物商场后，新西亚被琳琅满目的美食彻底迷倒，他将试吃档口的食物全部一扫而空，就像是蝗虫一样，所到之处变得一片空荡。大吉及时阻止了新西亚的行为，却发现庆熙不见了踪影。原来庆熙接到了兽医大叔的电话，立刻赶去将他从医院接回商场。兽医大叔劝告庆熙，让他尽快让新西亚离开，并将牧场的地卖给龙九，以避免更加严重的事情发生。庆熙准备上车时，突然汤姆出现在他的车前。赵贤上车邀请庆熙与他们一同交谈。画面转到龙九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一打开门就看到2名手下倒在地上，脑袋被击中，房间里布满了血迹。龙九被吓坏了。当他准备离开时，房间的门口出现了一男一女，女人一手拿过龙九的手机并捏碎。他们让龙九关上门，进入办公室坐下，准备好好谈谈。原来这些人竟然是龙九自己找来的，他们现在陷入了困境。新西亚并没有被消灭，反而他自己的手下面临着灭团的威胁。短发女子坐到龙九面前，她迫切想知道新西亚的下落。毫不客气的，她表示只要得到满意的回答，就会给龙九一个痛快，否则不说也会有同样的下场，只是过程会更加折磨。就在短发女子准备动手之际，龙九害怕的试图说服她合作，向她阐述合作对双方的好处。女人看起来很有兴致，如果龙九能说出令她满意的话，她会给她一个礼物作为回报。画面回到新西亚和大吉，他们站在屋顶上讨论着巨子允的歌唱比赛视频。大吉好奇地问新西亚，除了暴力和物体抛掷，他是否还有其他更温柔的表演方式？新西亚微笑着，周围的物体和动物都被他用意念悬浮在空中。大吉欢呼雀跃。庆熙回到家中，回想起赵贤的话，他最终无法忍心让新西亚被抹杀，他急忙让新西亚赶紧逃离现场。就在赵贤等人准备采取行动时，龙九带着土偶们来到庆熙的家门口。大吉带着新西亚让他从屋顶逃跑，然后自己回到家中，准备和姐姐一同面对。但是这一次情况比以往复杂得多。龙九等人带着枪械下车，对着庆熙就开枪。就在大吉刚跑出屋子时，屋顶被人用大炮炸开。站在一旁看戏的土偶不满有人破坏他们看戏的雅兴，其中一位直接拔出双刀就朝开炮的方向过去。就在赵贤他们跑去屋顶查找新西亚的时候，远处开炮的手下找到了土偶的攻击。只见一个双刀女玩味似的挑衅着开炮男，两个人的阶层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。很快开炮男就领了饭盒。回到大吉家，他紧紧抱着奄奄一息的姐姐。龙九试图用枪结束他们的生命，却被赵贤开枪击伤。土偶中的短发女则被赵贤破坏了她的兴致。突然，他伸手一指后面的木围栏，木材开始裂开并变成尖刺，瞬间刺穿了龙九的手下们。汤姆惊讶地表示，他们与之前所遇到的土偶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。赵贤意识到情况不妙，下令直接开枪。面对进化后的新一代土偶，他们急速的移动和空中弹跳，使得对付他们变得异常困难，几乎和超人没有什么区别。唯一的共同弱点是他们的头部，只是生命力非常顽强。在激烈的枪战中，赵贤被一名土偶用刀刺中，尽管他的战斗经验使他成功击毙了那名土偶，但自己也身受多处伤刀。与此同时，汤姆正陷入与一名男土偶的激烈战斗中。短发女土偶突然感受到杀气，她试图用手抵挡子弹的袭击，尽管她的手指被子弹击断，但竟然一根根迅速复原。赵贤目睹这一幕，突然被与汤姆对战的男土偶袭击。赵贤从房顶摔落，意识到危险后，急忙让大吉离开，但龙九仍然执迷不悟地开枪。汤姆一脚踩在龙九的肩膀上，回头发现赵贤正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大吉，让汤姆感到无语。然而即使如此，大吉还是被子弹击中。新西亚被飞弹击飞后恢复意识，恰逢烟花绽放。在回忆起与大吉相处的时光时，双刀女带着一具尸体朝他走来，她冲向新西亚，但很快被新西亚轻松解决。新西亚意识到情况的不寻常，立即返回大吉的家。大吉已经不幸中枪身亡，这让赵贤对龙九极为愤怒。赵贤拔出军刀准备对龙九出手，却被男土偶制止。在交战中，男土偶被军刀刺穿喉咙。就在此刻，短发女从赵贤背后出现，并一刀捅向他。两个土偶一前一后将赵贤放倒。
汤姆用尽最后力气将一把军刀插在了男土偶的颈项，可即便是这样，他们也不会死去。就在他们要下狠手的时候，辛西亚拖着双刀女的尸体回来。当他看到庆熙和大吉的尸体，他愤怒地将龙九的脚踩断。男土偶和短发女嘲讽着辛西亚，辛西亚忽然一个眼神，男土偶的手直接报废。就在一个转头，短发女也直接被打飞了。男土偶愤怒的还手，却被辛西亚像大皮球一样在防护罩里弹来弹去。辛西亚毫不留情地继续踩在龙九的另一只脚上。就在短发女冲过来时，辛西亚轻轻一招手，一辆汽车直接将短发女撞飞。但她迅速回来时，被辛西亚一把抓住脸和头。短发女手中的刀无法接近辛西亚，反而在自己身上来回刺。被辛西亚用念力扭断脚的短发女就像垃圾一样被抛出去。男土偶苏醒过来，重新长出了断掉的手臂，口中却不断咒骂辛西亚是怪物。然而他似乎没有思考过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仿佛自己是完全正常的一样。男土偶积蓄力量瞬间念力爆发，却根本无法伤到辛西亚分毫。只见辛西亚面无表情的强大念力，手一挥就形成了龙卷风，将男土偶粉碎。远处起来的短发女万般的恐惧写在脸上，她退后时靠在一辆车头上。巨紫云赶来了，她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的开心，谁知道下一秒却被拧掉了头。原来辛西亚是巨紫允的妹妹，她让短发女放辛西亚出来，她却擅自做主要杀掉辛西亚。巨紫允因为需要找到妈妈，只有辛西亚的意识和妈妈的有链接，所以必须找到辛西亚并释放她，才能找到妈妈在哪里。可是辛西亚却哀伤地走向大吉和庆熙的尸体。此时巨紫允拿出药剂，说只能救其中一个，但是会不会以普通人的身份断气才是对他们更好的呢？就在辛西亚难过的时候，巨紫允给她打了一支安眠剂，然后带着她离开。白博士妹妹知道了她们姐妹的相遇，让自己身边的改造人准备。此时在实验室里的妈妈忽然睁开眼睛，结束了这一部魔女2的故事。故事的后续看来是留了伏笔，第3季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发展呢？魔女2的魔女辛西亚和姐姐巨紫允虽然都是实验室里出来的改造人，但是她们对于身边的朋友却是富有深厚的感情和感恩心。除了超凡的能力外，他们和其他土偶相比真的是更接近完美。只是巨紫允并没有像妹妹辛西亚那样，她还是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自己的生命。人类创建了自己未知的改造大脑，却又害怕他们的存在会危害到自身的利益，从而在创造后却又要消灭。整个总部也全军出动，就像在密谋什么事情一样。辛西亚一开始的时候遇见庆熙，她的内心非常的善良，因为她的不忍心才将辛西亚接回家照顾，也明显的凸显了人类真心的感激一个人，到最后即使是危急关头也会为对方着想。辛西亚虽然只是短暂的和庆熙两姐弟相处，但是对他们的感情却是那么的真切。在这部电影所看到的是人类拥有过强大的力量的时候，容易失去自我，变得疯狂和高傲冷酷。只有心中正念的人才会懂得守护他人。如果你也像他们一样的超凡，你又会想要做些什么呢？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，喜欢阿姐说电影的爱人们记得点赞加关注，阿姐好电影陆续带给你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